丹霞群山的悬崖绝壁上，凭空藏着一栋嵌在山崖里的百年老屋。谁也很难想象古人当年究竟是怎么把这座房子修建到这万丈崖壁上的。这里就是韶关人话大名鼎鼎的天乙山寨。想要靠近这栋崖上的老屋，路途凶险极致，得先过3道鬼门关。第一关穿深山，林子里没有路，全是乱石和齐腰高的杂草，人在树丛里钻来钻去，方向都辨不清。第2关夺命木梯，几根不怎么结实的木头蓝绑带随手一捆，风一吹嘎吱作响，岌岌可危，每往上爬一步都心惊肉跳。第3关攀绝壁，你要攀爬几条古人开凿在岩壁上的石阶，半个脚掌宽，身子贴紧崖壁，脚下就是深谷，穿过层层险境，才能揭开这座绝壁古寨的真面目。这里大大小小10几间房，依着绝壁而建，易守难攻。乾隆盛世，叶家富豪在这里修出这座崖上大宅，后来改成山寨。战乱年代又成了村民的避难所，宅子里的祠堂、水池、摩崖石刻，处处透着当年的底气和讲究。这栋悬崖上的房子里究竟藏了多少故事？跟我走，带你去看看。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三丽。今天我要带你们去的这个地方可了不得哟，是一个建在悬崖峭壁上的一栋房子。那么这段路程呢，更是了不得。我们又得穿越这种杂草丛生的小路，然后还要攀爬那些陡峭的崖壁。废话不多说，跟着我来吧。哎呦！我们走的这条路比较远，稍微绕了点。我们现在走的这里呢，有点像一个废弃的公园。你们看这个台阶路已经杂草丛生了。等下爬完这个台阶，还得再走一段大路，不然直接开车的话可以省起码2个小时。哇，这里全都是芋头，大片。家人们，你们看，森林里发现一个这样的树，这个是什么果？有认识的不？感觉像番石榴，但是叶子又不一样。你看，这里也有一个，这一个大一点，你看，好大呀！这啥果啊？它的树是这样子的。哇，家人们，我又看到了一条河，我们又要过河了。我们走到这里了，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差不多2个小时吧。可能我们在路上也是走走停停，还歇了一下，然后走到半路还下起了雨，那雨大的哟。这个石头还挺滑的。哇，又是这杂草丛生，这些树叶子全是些虫。
哎呦妈呀！哇塞，这哎呀妈！哦哦！咦，这里的草比我的人还高啊！这真的就是硬着头皮走啊！要是有啥东西被你踩一脚都不知道。它这些旁边其实是树，还没长大的树。其实这个位置光照挺充足的，感觉这个树怎么长大嘞？这里面还有，这是蝌蚪还是鱼啊？这水好清澈啊！这水里面还有小鱼小虾的。哇，这个位置好凉快。我这里呢，是一个。我们又得沿着这里走，沿着这条山路一直往上走。哎呀妈呀！这个天气也是，一会下雨，一会天晴的，看不懂。我们走一半出大太阳，走一半又下雨。哇，看这个植物，一红一绿的，真好看啊！哦，哎呦！啊！哎呀妈呀！我们应该快走到了，已经走了很长一大截了。看，现在这一段路呢，右手边全都是这个花岗岩岩石。哇塞，又要渡河，这水还挺深的。
这有2条路呀。应该是往右边这里吧。哇塞，家人，你们看，可以看到路吗？全都被旁边的这些杂草挡住了。咋还没到呀？这旁边全是这个竹子，把路都给挡住了。这山里面一点信号都没有，完全与外界断联了。哇，家人们，我们呢已经翻越了一座山，你们看后面，我们从那个山翻过来，到这条路，我以为我们已经快到了，但是我走到这里，我发现我们的目的地在那座山，我们还得再翻一个山头。我的天哪！哇，我们这里走的是一条花路，你们看旁边全都是紫色的小花。这大太阳，这草里有那个东西，你都不知道，这杂草丛生的。真的就是跟闭着眼睛走一样。哎呀！哇，我们走到这个台阶，应该就是快到了。根据清同治《人化县志》记载呢，这座山叫天宜山，城西36里，在群峰中挺直峭立。山畔有严峻险，但和那些兵荒马乱连月临时搭起来的寨子不一样哦。这座寨子呢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由江头村的叶氏富豪郑尔巴金当山间大别墅修的。因为现在乾隆盛世嘛，兜里有钱，时间又充裕，所以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精心打磨过的。丹霞山680多座山峰，就有300多座有山寨。全世界的丹霞地貌呢，以中国分布最广。中国最美的7大丹霞地貌，就是以韶关丹霞山为主了。我们现在走的这一道呢，就是第1道闸门。哇，你们看这上面的石条啊！真的很难想象当初
几百甚至上千年前，他们是怎么把这些石条给运上来的？这里有些石条已经塌陷掉了，倒塌了。哎呦！你们看，我现在我这个台阶路呢是沿这个崖壁而建的，左手边这里就是悬崖。这里上去呢，就是第2道寨门了。你们发现没？它这2道门是利用险峻地形构建纵深防御体系，通过层层设卡严防并阻止入侵者。它这个台阶呢，也只能1人通过。它是遵循逢寨必有门，逢门必险的丹霞山寨堡逻辑。第1道门呢为诱敌或预警哨卡，第2道及主寨门呢是核心防线了。我们现在的就是核心防线，敌人突破第1道门后呢，就得重新组织攻势了，而守方呢就可以在这个仅能1人通过的10道啊，以小胜多。家人们，你们抬头看，门匾上呢刻着天乙山，天乙呢是紫微斗数里的吉星，叶家取这个名呢，图个大吉大利。不过有趣的是啊，为啥现在都叫它新寨？因为到了清末明初啊，周围又修了些别的寨子。和那些比呢，这些老资格的乾隆寨啊，反而被叫成了新寨，这其实也算一个历史的小玩笑吧。这里还有个插门栓的，以前这上面应该是一个木门吧，时间久就腐朽掉了。哎，这是什么？感觉这里像佛堂。我听说，早在叶家来这盖大别墅的700多年前呢，古人就已经在这片山岩下活动了。很可能，原来这里就是有庙堂的。后来到了明朝隆庆2年呢，也就是1568年，还有人在这建过8仙殿堂。所以这天乙山妥妥是个跨越1000年的文化城啊！你们觉得呢？家人们，我们往这边走。我们这里呢，总共有大大小小几十间房，全都是坐北朝南的，而且生活配套设施呢全都备齐了，城墙呀、门楼呀，然后那个上面呢还有一个蓄水池，都是一应俱全。你们看这间房子啊，看这里呢还有摩崖石刻，这上面写的1比山高，好精美的摩崖石刻呀！这在当年就是叶家刻在石头上镇宅立命的价值观呀。我感觉当年的建造者不仅财力雄厚，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跟那些乱世草头王修的寨子，文野之分立马就出来了。
家人们，我们往这边走。这里呢是有一个蓄水池，这里的水应该是他们的生活用水。这个池呢叫做长青池，看上面写着长青泉。右边这一排小字刻的好像是乾隆14年己巳2元旦，左边这一排好像是饱学坊业长青市德士利。看它这里呢应该是开凿出来的。哇哦，这里看上去直接就是悬崖了，还是有点吓人的。我们是从那座山翻过来，走，然后转了一个圈，然后从这里穿上来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好了，家人们，现在呢，我要带你们爬这个，我现在要带你们爬这个木梯，看着有点不太结实、不太牢靠的样子。哎呀妈呀，摇摇晃晃的。哎呦！哎呀，这真的摇摇晃晃的，上面好像也没固定，等下倒下来了咋办？这个柴好细呀，承受得住我的重量吗？我感觉呀，这上面连个手抓地方都没得。哇，家人们，这个台阶呀非常窄，只能一只脚。你们看，我这里呢就是崖壁了。哇塞！我现在给你们展示叫什么叫飞檐走壁。家人，你们看，这底下就是悬崖，这掉下去不得东一块西一块呀？我的天呐，还好没下雨，要下雨这个路可太险了。可以的。家人们，你们看我后面，这完全就是一整面陡峭的崖壁啊！我现在得，哎呦，哇！家人们，你们看，这里还有一棵，这是野百合吗？黄色的。
哎呀妈呀！哎呦！哎，真的是野百合，你们看，家人们，好鲜艳，好艳丽啊！长在这个悬崖峭壁这里，你们看，我这一整面全都是这个岩壁，真想象。而且我们上来的话，就是沿着他们人工手工凿的那个崖壁，而且那个崖壁呢，只能一只脚，你只能前面的脚掌踩到一点点，我们慢慢的一点点爬上来。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是原来明代八仙殿堂的遗址了。虽然有些房子不在了，但是那些神台呀、石柱这些构件还在。而且据人话古迹记载呢，到了光绪年间，连张九龄的子孙，就是那位写下《海上生明月》的唐朝宰相后人，从周田过来，沿着祖辈的风范，又对这座山寨进行了重修扩建的。你品，你细品，一座山寨，北宋的石刻，明朝的道观，乾隆的豪宅，明相后人的重修，唐宋元明清的文化全部叠在这里了，难怪这里被称作是大丹峡里建筑最系统、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古山寨。别人修寨子呢是为了逃命，叶家修寨子是为了生活。从乾隆盛世的精心打磨，到咸丰年间的保境安民，再到如今被收录全粤村情和人话古迹，天乙山寨呢就像一本打开在半空中的历史书。好了，家人们，我现在带你们去崖壁上那个房子那里。你看我现在走的这个台阶，全都是些石条，应该是就地取材凿出来的。我的天啊，好陡峭啊！这个台阶路。我的腿肚子都打仗了，哇！我的天爷呀！真的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在这么险峻的房子在这么险峻的地方修建一个房子的。你看我的脚只能前脚掌踩在上，踮起脚尖走，可以横着走。哇塞！哇，这个路简直连脚掌都踩不进去，好小。马上就到房子这里了，我的老天爷啊！看，这是我们刚刚上来的路，陡不陡？简直吓死个人！哎，这个房子就是这样建在这个崖壁上的，它底下是用的红钢岩打底。这个门匾已经看不出来刻的啥了。
房子里面呢就是空空的，它是没有屋顶的，用这个岩壁为盖，设计了2层哎，加个木梁就可以搭2层了。好了，家人们，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得赶在天黑之前下山。下这个梯子，这里是真的非常吓人，因为这个梯子摇摇晃晃啊，给你们拍视频真的是风险忒大呀。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吧，拜拜。